王阿公今年70多岁，一向疼爱孙子，但最近他发现孙子有点不敢靠近他了。每次王阿公张开双臂想抱抱小孙子，孩子却皱皱鼻子跑开，让王阿公摸不着头脑。王阿公疑惑地低头嗅了嗅自己的衣服，也没觉得有什么怪味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那天晚上他特意洗了个热水澡，把腋下、后背都仔仔细细搓了一遍，还不忘抹点清香的花露水。第二天，他自信满满的想抱孙子，哪知孙子依然一脸嫌弃的捂着鼻子躲开。王阿公又着急又委屈，心想我明明洗干净了呀，怎么还是有味？直到几天后一次家人聚餐，年幼的孙子天真的说出阿公身上有怪味道，全桌瞬间静默。王阿公尴尬的笑笑，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。其实不止王阿公，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者身上都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，年轻人有时嫌弃地称之为老人味，你知道吗？有研究指出，99%的长者可能都有这种异味，只是大多数人自己闻不出来，也不知道原因，家人不敢靠近。难道真的是因为长者不讲卫生吗？还是另有隐情？别急，这股让人避而远之的味道真相，今天就要揭晓。医师指出，只要洗对3个身体部位，恼人的气味就能明显减轻，甚至立刻消失，让我们家中的爷爷奶奶重新清爽自信。1周下来，效果看得见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从故事聊起，一边揭开老人味的面纱，一边找出解决之道。在了解如何消除老人味之前，我们得先弄清楚老人味从何而来。很多人以为老人味是因为年纪大了不爱干净，出汗后没洗澡，其实不完全对。研究发现，老人味的元凶是一种名为2壬烯醛的化学物质。这个物质是怎么产生的呢？简单来说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皮肤表面脂肪酸的代谢发生了变化。人的皮肤有皮脂腺，会分泌油脂来保护皮肤。然而，中年以后，约40岁开始，皮肤的皮脂分泌和新陈代谢方式会改变，特别是抗氧化能力降低，皮脂中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更容易被氧气氧化。一旦油脂氧化，就会产生前面提到的2壬烯醛，这种物质带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它闻起来有点像放久的油脂味，也有人形容像黄瓜皮或旧书的气味，甚至有些人觉得像淡淡的鱼腥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老人味和一般的汗臭味并不一样。皮肤科医生解释道，汗臭味主要来自汗液中的成分分解，偏水味，而老人味则是皮脂氧化后的油味。换句话说，就算老人家不怎么流汗，皮肤照样可能因油脂氧化而发出异味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长者明明每天坐在冷气房不怎么出汗，身上还是会有股怪味的原因。有趣的是，不止我们有这个困扰，在日本，老人味还被专门取了一个名字叫加龄臭，意思就是随着年龄增加的气味。日本的研究很早就发现2壬烯醛是导致加龄臭的重要因素之一，甚至开发了针对老年人异味的专门除臭产品。由此可见，老人味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，并非哪个人不讲卫生，而是自然的身体变化。除了自然老化导致的化学变化，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也会让老人味加重。随着年纪大，可能洗澡频率下降，有时长者怕滑倒或怕麻烦，不会天天洗澡，一些部位的污垢、汗液残留累积久了，就容易产生气味。衣物如果长期不换洗，床单被褥不勤晒，也会积存难闻的味道。此外，代谢变慢也是一大因素。年纪大，新陈代谢差，体内废物排出变慢，某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、肾功能问题，或者长期服药，也可能通过皮肤散发出异味。所以，如果长者身上的气味突然变得异常刺鼻，超出一般的老人味，也需要留意是否健康出了问题，最好及时就医检查。综上所述，老人味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皮脂分泌与氧化、荷尔蒙和代谢变化、清洁习惯以及健康状况等。知道了源头，我们才能对症下药。接下来就要揭秘，为什么偏偏是那3个部位最容易散发老人味儿？看看99%的长者都不知道的细节。既然老人味儿的根源在皮肤油脂，那么全身上下哪儿油脂多，又不容易清洁，哪儿就最容易变成异味的重灾区。专家指出，有3大部位是散发老人味的关键，只要重点清洗这3处，
就能显著降低异味。快来对号入座，检查一下自己或家中长辈有没有忽略这些地方。一、耳朵后面，耳后皮肤的皮脂腺非常发达，容易积聚油脂。年轻时皮脂分泌旺盛，就容易出耳屎泥，年纪大了这里的油脂也不少。如果耳后长期没搓洗干净，油脂氧化加上细菌分解，就会产生明显的异味。一些老人自己意识不到，但他们枕头套上耳朵对应的位置常会留下淡黄的油渍斑，那正是耳后皮脂积累的证据。可想而知，如果不及时清洗这些油垢，时间一长变质发臭，亲近的人一抱，自然就闻到味道。因此，别看耳朵后面地方小，它可是99%长者最容易忽视却最关键的除味死角。耳朵后面这么小的角落，却能影响您身上的气味印象，是不是很出乎意料？二、腋下和身体皱褶处。腋窝是众所周知的体味大户，虽然老人出汗没有年轻人多，但腋下的汗腺和皮脂腺仍然活跃，再加上腋窝皮肤褶皱不透气，残留的汗液和油脂容易滋生细菌，时间一长就会散发异味。除了腋下，身体其他皱褶部位，如女性乳房下方、男性腹股沟处、肛门周围、颈部褶皱等也类似。这些地方闷热潮湿又难以清洁，往往成为异味来源。尤其是一些失禁或行动不便的长者，如果内裤上经常残留尿渍或汗渍，久而久之会散发出刺鼻气味，使人一靠近就闻到一股尿骚味。许多人把这类气味和老人味混为一谈，其实只要加强这些隐私部位的清洁，情况是可以大大改善的。因此，腋下和各处隐秘的皮肤褶皱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除味重点。小角落、大异味，这些平时注意不到的地方清洁到位了，才能真正远离老人味。三、足部、脚部、皮肤。别以为只有年轻人运动后才会脚臭，其实足部也是老人味的重要来源之一。上了年纪后，脚部皮肤的新陈代谢变慢，老废角质堆积，很多长者脚跟、脚掌都有厚厚的死皮层，俗称脚茧。再加上足部也有皮脂腺分布，日积月累，脚皮混合皮脂的味道就会变得难闻。一些长者因为腰腿不便，洗脚搓脚不太方便，指缝、脚底往往没洗干净，久而久之就产生异味。还有不少长辈的指甲又厚又长，不易修剪，指甲缝里积累的污垢和细菌同样会发臭。另外，有的老人喜欢穿不透气的布鞋、胶鞋，又舍不得丢洗多年旧袜子，这些都会让脚部的老人味更严重。难怪有孙子抱怨，一进爷爷房间就闻到一股类似脚臭的味道。所以勤洗脚、勤换袜，定期去死皮，对去除老人味相当关键。其实足部的异味通过日常细心清洁保养是完全可以改善的，千万别因为不好意思就忽略双脚的卫生哦。以上这三处就是老人味的三大主要来源。许多长辈可能想不到，小小几个卫生死角竟比整天忙着洗脸洗手更能决定身上的气味。找到了异味元凶，我们就离解决问题更进一步了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医生和专家们都有哪些妙招，帮助长者们赶走恼人的气味，重新找回清新的自信。找到散发老人味的部位后，关键就在于正确的清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。以下我们综合皮肤科医生和护理专家的建议，为长者们总结了几条简单实用的灭味方法。针对性清洁，选对洁肤用品。长者皮肤较薄又干燥，清洁时既要洗净异味，又不能伤皮肤。医师建议使用与皮肤 pH 值相近的弱酸性沐浴露或肥皂清洁皮肤，少用刺激性过大的清洁液或碱性肥皂。弱酸性清洁剂既能洗掉油腻，又温和不刺激，不会让皮肤过度干燥。避免使用刺激性太强的碱性肥皂，尤其不要使用含酒精的清洁液，以免把皮肤洗得特别干燥脆弱。洗澡时重点搓洗前面提到的耳后、腋下、腹股沟、脚底等部位，可以借助软毛刷子或者沐浴巾轻轻刷洗耳后、背部等手不太够得到的地方，确保皮脂垢都被清除干净。对于脚部，洗澡时别忘了认真搓洗脚趾缝和脚底，必要时可以使用磨脚石或去角质工具定期去除后角质。另外，洗澡水温不宜过高或过冷，一般以接近体温的温水为佳，既能洗净油脂，又不至于刺激皮肤。
对于行动不便的长者，如果不能天天洗澡，也应每天用湿毛巾仔细擦拭上述重点部位，保持基本清洁。清洗时不要过度用力搓洗，以免弄伤皮肤。妙用除味小帮手，针对老人胃难洗净的问题，日本和国内都有一些产品和小技巧可以帮忙哦。例如，含有柿子提取物或绿茶成分的香皂，沐浴露据说对中和老人胃很有效。柿子中富含鞣质单宁酸，能够分解人烯醛，绿茶的茶多酚也有类似效果。如果买不到专门产品，也可以试试民间办法，比如用淡淡的食醋水泡脚，醋有杀菌软化角质的作用，或者在洗澡水中放几片茶叶，帮助减轻体味。沐浴之后，可使用无刺激的爽身粉或身体乳在褶皱部位保持干爽，避免细菌滋生。还有人推荐盐浴或糖浴磨砂，利用细盐或糖粒轻轻按摩皮肤，可以去除老废角质和油脂，让皮肤清爽。这些小技巧不妨一试，或许对缓解老人胃有所帮助。另外需要提醒，不要一味用浓烈香水去掩盖老人胃。有些长者喜欢喷很多古龙水或花露水，但香味和体味混杂，可能适得其反。建议如果要用香氛，只需少量选择清新淡雅的香水，在清洁身体后作为辅助，让气味更宜人。勤换衣物与环境通风，老人胃往往不仅粘在皮肤上，也会残留在衣服和房间里。因为人烯醛容易附着在织物纤维上，又不溶于水，单靠普通水洗不一定洗得掉味道，所以长者的贴身衣物要勤换洗，不要等穿臭了再洗。可以用热水加一点小苏打或白醋浸泡衣服，再用洗衣液清洗，有助于去除顽固气味。床单、被套也应定期清洗，并拿到太阳下暴晒，晒太阳有助于杀菌除味。房间里要经常开窗通风，流通的空气能把滞留的异味带走，不妨每天早晚各通风15分钟，让屋里保持清新的空气。有条件的话，可以使用除湿机或空气净化器，降低室内湿度并过滤异味。如果房间和衣物还是有残留气味，也可以在角落放置竹炭包、柚子皮等天然除臭材料，帮助吸附异味。均衡饮食和充足水分。俗话说，由内而外，身体内部的调理同样重要。饮食清淡均衡，有助于减少异味。建议长者多吃新鲜蔬菜、水果和富含维生素 EC 的食物，如坚果、莓果。这些食物中的抗氧化成分有助于对抗体内的氧化反应，减少人烯醛的产生。适当摄入优质蛋白质，维持肌肉和新陈代谢。相反，要少吃油腻、辛辣以及气味过重的食物，比如大蒜、洋葱、浓茶、咖啡等。这些食物本身气味残留，可能通过汗腺散发，加重体味。多喝水也非常关键，充足的水分能帮助体内废物排出，稀释皮脂中的脂肪酸浓度。很多老人不爱喝水，但为了身体健康和减少异味，每天至少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水摄入。如果无肾病等限制的话，此外要保持肠道通畅，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，避免便秘，也能减少体内毒素累积，间接降低体味。此外，也尽量戒烟限酒。吸烟会使衣物和皮肤带有难闻的烟味，而过量饮酒则可能导致代谢紊乱，加重体味。规律运动，出汗排毒。别以为出汗会让体味更重，其实适度运动流汗反而有助于减轻老人味。通过运动出汗，可以带走皮肤表面的部分皮脂和代谢废物。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，选择舒缓的有氧运动，如散步、慢跑、打太极或游泳，每周保证一定的活动量。运动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加速体内有害物质的排出，让皮肤状态更健康。有医生甚至建议多晒太阳对皮肤新陈代谢有好处。上午或傍晚温和的阳光下散步，一方面杀菌除味，另一方面也促进维生素 D 合成，对整体健康有益。当然，运动后要记得及时洗澡换衣，把带走污垢的汗水冲掉。当然，运动量要因人而异，选择自己能适应的强度，循序渐进，更要持之以恒。还有，运动出汗后要尽快擦干身体，换下汗湿的衣服并洗澡，否则汗液干在皮肤上也可能产生异味。
以上这些方法总结起来就是2大原则：一是讲究卫生，勤清洁，勤换洗；二是健康生活，饮食清淡，适度运动。做到这2点，老人胃自然不会成为烦恼。很多长者按照这些建议坚持下来，短短1星期就明显感觉身上清爽了，家人也笑称味道不见了，敢亲近了。还是回到开头王阿公的故事，自从孙子嫌弃他有味道之后，王阿公起初挺难过，甚至有点生气。我每天也有洗澡换衣啊，怎么还说我臭？但后来儿女们察觉到了老父亲的情绪，决定主动关心一下。一番沟通后，家人才知道原来王阿公年纪大，洗澡不方便，有时只是简单冲冲没仔细搓，尤其是背和耳后这些地方常常顾不上。了解到原因后，家人没有嫌恶指责，而是想办法帮忙。儿媳妇特地买来弱酸性沐浴露和软毛澡刷，每次陪王阿公洗澡时帮他轻轻刷洗背部和耳后。小孙子则发挥童真，说要给阿公洗脚比赛，比谁洗得干净，逗得王阿公也开心配合，每晚睡前泡脚搓脚。经过一家人一段时间的用心照料，短短1周后，大家惊喜地发现王阿公身上的异味淡了很多，几乎闻不到了。孙子这回主动扑进爷爷怀里，甜甜地说：“现在阿公香香的。”王阿公脸上总算露出了舒心的笑容。其实老人胃并不可怕，它就像年龄留下的一道小印记。这道印记需要的不是嫌弃，而是关怀和耐心。家人的陪伴和协助，加上长者本人愿意尝试改变，就是最好的除胃秘方。再来说说李奶奶的故事。李奶奶最喜欢去公园和一群老姐妹跳广场舞，可最近她发现大家似乎都故意和她保持一点距离。一位要好的舞伴悄悄提醒她，可能是她身上有点老人味。李奶奶听后脸都红了。回家后她没有生气，反而主动和儿媳聊起这件事。儿媳妇陪她去买了沐浴露和除臭足粉，还帮她把平时穿的旧鞋垫统统换掉。没过多久，广场舞的朋友们都夸李奶奶身上香香的，李奶奶跳起舞来也更有自信了。其实社会上对老人味也存在一些误解和调侃，在影视作品和日常玩笑中，老人味常被夸张地描绘成难以忍受的气味，造成了刻板印象。然而对于真正的长者而言，这样的玩笑可能让他们感到难堪。许多老人听到别人嫌弃自己的气味，内心都会既自责又难过。年轻一代应该明白，这股气味并非老人懒或不洁，而是自然衰老的现象，应当以理解的心态来看待。我们要多给予长辈尊重和包容，同时可以温和地提醒并协助他们改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研究发现，老年人的体味强度其实并不一定比年轻人更浓烈。在一项嗅觉测试中，受试者们反而觉得部分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汗味比长者更刺鼻。这说明老人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只是因为气味特殊、不熟悉，所以容易被放大。如果家中老人有老人味，不妨委婉而真诚的沟通，可以在给长辈洗澡时开玩笑提点：“爸，我帮你搓搓背，这样比较清爽哦。”或者送一些清洁用品给他们，耐心示范如何清洗那些平时顾不到的部位。切忌直言你很臭，这样会伤害老人自尊心。对长者来说，也要用平常心看待老人味，它是人体自然现象，就像年轻人会长青春痘一样普通，闻不到自己的味道很正常。所以如果晚辈提醒了，别一味否认或生气，而应该虚心接受建议。保持身体清洁不仅是为了别人，更是为了自己健康舒适。何况去除了恼人的气味后，自己心情也更好了，和家人互动也更自在，不用担心尴尬味道了。长者们若发现自身气味困扰家人，也可以主动和儿女晚辈沟通，寻求帮助。一家人坦诚交流，共同想办法，总比自己闷在心里强。只要有爱和理解，再难解决的小问题也能迎刃而解。每个人都会变老，老人味是岁月赠送的一份特殊气息。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年岁的增长，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让自己老得优雅，香得自信。洗对地方，吃对食物，勤于清洁，乐观运动，这些简单的小改变都能让我们的晚年少一些异味，多一份清新。想象一下，某天您白发苍苍，抱起小孙子时，他只闻到您身上淡淡的肥皂香和阳光的味道，
而不是皱眉躲开。这幅温馨的画面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其实，气味也是记忆的载体。很多人长大后偶然闻到某种肥皂香或樟脑丸的气息，都会瞬间想起童年时奶奶身边的味道，那是爱的味道。因此，让这份味道变得清爽宜人，也是为我们的亲人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老人味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疏于照料和彼此嫌弃。希望今天的揭秘和方法能帮助所有长者找回清新的体香，重拾家庭的亲密无间。最后，我们也提醒广大子女，父母陪伴我们长大，现在换我们守护他们的晚年，多花点心思关心他们的生活细节，别让一缕小气味影响了浓浓亲情。毕竟，爱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不完美都变得微不足道。让我们陪伴长辈一起，以清爽自信的姿态乐享天伦之乐。